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神经几何的扭曲。这项新研究聚焦猕猴 V2 皮层的视觉处理机制，核心问题是大脑如何折叠杂乱感觉信号，最终目标是将物理输入转变成清晰知觉空间。解答线索指向神经几何扭曲这一核心机制。扭曲三维曲面上分布着红蓝两类状态点，红蓝点分布暗含从杂乱到有序的转变路径。猕猴 V2 皮层为验证这一机制提供关键窗口。知觉折叠的奥秘就藏在神经几何扭曲之中。物理世界总是充满光影、角度与遮挡的干扰，大脑在识别物体时必须直面这种原始混沌。这一挑战在数学上被称为线性不可分问题。散点图里，红蓝样本彼此交织，无法用直线切分，单一线性边界无法把不同信号彻底分离。这不只是书本上的抽象，更是日常物理常态。杂乱书桌与散点图都在指向同一个数学障碍，因此大脑需要更精巧的几何变换才能破局。屏幕上只有一致运动的点，没有任何真实线条，但大脑却能清晰地看到一条斜向的错觉边界。这个现象被称为运动诱发轮廓，简写为 MIC。它表明视觉系统可以凭空构造出物体边界，输入信号里并没有真实的线条或轮廓信息。大脑究竟如何从散落的点中提取边界？这一现象向传统视觉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。这正是视觉科学必须面对的一个核心谜题。第一个特征，区分水平与垂直，构成一维轴。第二个特征，描述向外与向内，卷成二维环。第三个特征，记录顺逆时针，形成另一环。三个特征的组合确定了三维感觉圆柱体。这个三维圆柱体上有8个编号点，红蓝交错，每个编号点都携带着方向信息，映射物理刺激。杂乱的感觉信号在此被整理成有序坐标。这个空间为感觉编码奠定了坐标框架。三维感觉空间中，红蓝状态点如棋盘交错，左倾与右倾对应的状态排列得不可分割，任意单一二维平面都无法切分红蓝点群。透明平面的切割尝试始终无法避开交错结构，这正是线性不可分问题在神经几何中的呈现。空间忠实反映物理刺激，却卡在方向分类上，线性分类失败，说明感觉流行支撑不了判断。大脑被困入三维空间，无法分辨错觉轮廓。破局者名为非线性混合选择性神经元，它同时接收3个特征，输入分别对应朝向内外与旋转。混合意味着多路信号汇聚到同一细胞进行联合编码，非线性则体现为复杂的交互计算，并非简单相加。胞体内的 S 型曲线表明输出经过阈值化与饱和压缩，这种神经元能够把纠缠的感觉信号重塑为新型数据拓扑。网络输出端出现交织的红蓝波形，说明类别开始分离。NMS 神经元因此成为打破线性不可分困局的核心工具。拓扑能力矩阵比较4类神经元的 XOR 能力。线性纯选择性，只能平移或者旋转点阵，平移旋转不改变交错共面的排列， XOR 无解。非线性纯选择性，只能进行单向弯曲变形，单向弯曲后红蓝点仍共面，线性边界失效。线性混合选择性也只会复杂旋转操作，平行边缘无法相交，旋转后 XOR 仍然无解。唯有 NMS 扭曲能真正解决 XOR 问题。常规神经元的几何操作为何解不开线性死结？单向弯曲这种操作只能让平面发生折叠，红蓝点依然处在同一个连续表面之上，并未分离。线性边界因此找不到任何有效的切割位置。复杂旋转的操作能让平面朝向任意偏转，但点阵内部的相对排列始终保持原样不变，平行边缘在各种角度下始终都无法相交。两种常规操作均无效果，线性不可分依旧无解。扭曲这一操作是2种基本形变的非简单叠加，一个神经元同时施加弯曲与旋转2种作用。原始菱形网格的4个顶点被上下分开拉扯，二维平面上的原有平行结构被彻底破坏。原本平坦的2维网格隆起成为双曲鞍面，弯曲与旋转的组合在鞍面中挤出垂直心轴。原本交错的红色与蓝色点群沿心轴上下分离，交错点之间的线性切割由此获得了最终解法。几何学里，2次乘积会让平面产生明显空间扭曲。
逻辑学里，相同关系被称为一种异或逻辑运算。两个公式都指向同一种内在分类切换逻辑。NMS 神经元的几何扭曲恰好执行了异或计算逻辑。大脑并不需要显示计算任何复杂的逻辑表达式，它用物理形变直接完成空间线性切分任务。这说明数学描述与生物机制两者殊途同归。几何扭曲在本质上必然就是一种逻辑运算。猕猴 V2 皮层活动为隐性维度提供了实锤支持。向量机解码群体神经信号，确认了 V 轴的物理存在。实验数据构建出三维鞍形流形，编号1到8的点簇成型。高维神经空间中，红蓝点群出现显著高低落差，这意味着扭曲并非纯数学构想，而是真实生物编码。隐性维度在皮层数据里有了明确的测量对应。几何假说经由实验证据并入了神经机制轨道，这条路径也支撑后续的连续扩张。8个红蓝状态点交错分布，单次扭曲只能解决2D 平面的异或问题，切分3D 空间的状态点需要连续双重扭曲。双重扭曲会把神经流行强势推入更高维度，每一重扭曲都为后续分离创造新的条件。维度扩张是递进过程，并不是一次性完成。线性不可分的解法恰恰就藏在连续升维里，大脑借此不断扩展自身可用的算力边界。第一重扭曲生成过渡轴 V， 对应公式 V 等于 Z1 或 X。红蓝点被拉扯进新的子空间，也就是 XZV 轴。流行表面从圆柱体变成错综复杂的鞍面，状态点的高低落差开始显现，但尚未完成分离。此时，任何单一平面都无法将红蓝点线性切开。这一轴只是中间产物，并非最终的决策维度。它负责捕捉特征间的第一次逻辑交互组合。这个过渡轴单独存在时，不产生可用的知觉边界。第二重扭曲以过渡轴 V 为基础，最终生成决策轴 P。这一步相当于引入 Y 轴，再做一次异或组合。编号1到4的红点群被拉向 P 轴正向区域，蓝点5到8则被推到 P 轴的负向一侧。两组点沿新轴彻底分离，形成明显的高低落差。一个简单的水平切割平面已经能完美一分为二，感知边界由此诞生，线性可分正式达成。这条 P 轴是大脑判断左右倾斜的最终知觉轴。三轮扭曲将三维感觉空间抬升到7维零阶扭曲的 XYZ 轴，忠实记录原始物理刺激输入。一阶扭曲的 UVW 轴捕捉不同特征间的交互作用。二阶扭曲生成知觉轴 P， 完成最终的方向分类任务。三层扭曲各司其职，构成完整的7维空间。7维流行既保留输入，也包含抽象决策层级。中间轴的出现让特征组合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，这就是大脑从感觉到知觉的几何升维路径。中间机扩散的与其有 influence visual like control。神经时间轴显示，从感觉到知觉仅需几十毫秒。50毫秒时，感觉维度率先就位，刻画原始特征。65毫秒过渡维度涌现，执行第一次非线性计算。87毫秒时，知觉维度确立，彻底完成方向分类。知觉不是瞬间被动镜像，而是按顺序逐步几何重构。3个时间节点严格排序，次序关系不容颠倒。毫秒级的时序精度构成认知涌现的时间骨架。时序一旦错乱，维度叠加将失去可靠基础。8个刺激状态共有256种可能分类，其中152种在原本3维物理空间中无解升维到7维空间后，全部化为简单线性可解。大脑借此搭建起一座巨大的高维算力水库，并非只为完成当前分辨错觉轮廓这一项任务。下游额叶区域按需提取现成的线性答案，这等同于一次性具备256种解法。这种通用解题能力远超单个知觉判断本身。单个 NMS 神经元再强，也难重构7维流行。大脑算力跃升，靠群体连接模式的巨大差异，这种抑制性直接支撑起高维神经空间。单个扭曲只是局部操作，群体差异才是算力基石。神经元连接若千篇一律，高维空间便无处依托。不同连接方式给出不同扭曲视角，可相互补充。群体多样性让神经元群体共同搭建知觉流行。高维计算能力本质上依赖网络层面的抑制性。参数 D 衡量神经网络的连接权重差异程度。
D 等于0时，所有神经元接收完全相同的信号，网络完全同质化，就失去分工与协作能力。D 等于0.5时，半数连接开始出现抑制分化。D 等于1时，每个神经元的连接模式独一无二。网络充分抑制时，每个单元都提供独特扭曲视角。旋钮停在0.5，恰是两极之间的中间势力。该参数可连续调节，支持从同质到抑制的过渡。当多样性参数 D 等于0，维度开始直接坍塌，网络连接矩阵退化，矩阵的质只剩下1，高维神经空间因此坍塌，从3维缩成一条直线，状态点全部排成一列，类间边界被彻底抹去。最终结果是 91% 的分类任务彻底失败。单个 NS 神经元本事再大，也无力独自解开困局。同质化让复杂机制丧失了唯一的施展舞台。这一极端对照反证了群体抑制性的不可替代。当参数 D 设为满值1，网络矩阵实现满质展开，每个神经元都有独特扭曲视角，连接模式各异。这套满质的结构完整撑起了7维知觉流行。原本无解的分类任务全部转为线性可分。下游神经元用简单平面即可提取出现成答案256种分类任务，100%完成线性切割。这一结果与同质化维度坍塌形成了鲜明对照。群体多样性就是大脑计算能力的核心基石。计算模拟显示，多样性无需拉满到理论极限，关键临界点出现在 D 约等于 0.5 的位置，曲线在 0.5 附近陡然上升，随后趋于平缓。过半连接具备抑制性，流行维度即可靠扩张。真实大脑因于能耗与空间无法做到绝对随机，自然选择遵循平衡，在能耗与空间约束下取舍，越过临界点后，高维空间可靠地承载知觉分类。这种平衡策略让知觉在有限资源里稳定涌现。感觉流行停留在3维，由 XYZ 轴构成，它忠实记录物理输入，却无法分辨错觉轮廓。3维空间里红蓝交错，正是线性不可分困境。知觉流行升到7维，新增 UV、W 与 P 轴，连续扭曲生成新维度，实现主动重构与解释。在7维空间里，红蓝状态可被平面完全切开，因此知觉流行能分辨错觉轮廓，答案完全明确。从感觉到知觉，既是维度跃迁，也是功能升级。人类认知能力的终极公式正由2项相乘得到。个体 NMS 扭曲力来自单细胞级几何操作，群体网络多样性指的是连接模式的极度抑制，而高维计算能力正是两者相乘的直接产物。乘法关系意味着任何一项为0，结果便归0。乘法关系不是加法，2项必须同步成比例放大。真正的高维算力只存在于两者的交互处，2项协同才能把混沌信号整理成认知秩序。看见即重构，大脑在高维神经空间完成几何折叠，几十毫秒内原始信号被大脑折成知觉边界，红蓝交错点阵被一条直线边界干脆地一分为2。维度足够高时，复杂分类转化为简单的线性切割。猕猴 V2 细胞记录为升维机制提供关键证据。该几何框架也给人工神经网络带来了新启发。知觉本质被重新定义，是构建秩序而非被动反应。检验更多脑区与物种，可判断该规律的普遍程度。最终要记住，看见本身就是深度计算的结果。